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色彩中的互补色。互补色的反差对比在摄影作品中很常见，也是摄影中常用的色彩处理法。互补色的恰当运用能创造出很棒的照片。我们来看这幅红蜻蜓的照片，在绿色背景的衬托下，红蜻蜓浮在花朵上。拍摄者通过红色与绿色的色彩搭配，增强了色彩的效果和饱和度，并将主体从背景中凸显出来。互补色是指在24色相环上相距120度到180度之间的两种颜色，比如绿色对洋红、黄色对蓝色，以及红色对青色。这两组颜色就有很强烈的对比关系。我们要知道，夹角越大，对比关系就越强。互补色在光学中指两种色光以适当的比例混合而能产生白光时，则这两种颜色就称为互为补色。我们通过 Photoshop 这个软件来了解一下色彩就简单多了。我们在 Photoshop 里有一个调整工具是色彩平衡，在左边我们就能看到色彩的三原色：青色、洋红和黄色。在滑块的右边，我们能看到色光三原色：红、绿、蓝。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互补的关系。由于互补色之间的对比相当强烈，因此要想适当的运用互补色，必须特别慎重考虑色彩彼此间的比例问题。因此，当使用互补色配色时，必须利用大面积的一种颜色与另一面积较小的互补色来达到平衡。如果两种色彩所占的比例相同，那么对比就显得过于强烈，就容易让观看者头昏目眩。这张照片拍摄者似乎想到了这一点，采用了前实后虚进行补救，但总体上看效果仍然不太理想。通常我们使用互补色搭配来突出主体，利用互补色的对比，让主体渐渐融入背景元素，这样有助于刻画主体，并使观众注意到你想让他们注意到的地方。以这幅作品为例，它是典型的黄蓝互补色搭配，使黄色的啤酒杯更加的突出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整体的色调偏黄，我们可以通过色彩平衡对它进行调整。我们知道黄色的对比色是蓝色，我们在减少黄色的同时，实际上就增加了它的蓝色。我们来操作一下，我们选择高光，将滑块向右拖动，这样我们就能看到黄色在画面中就减少很多。我们再对它的阴影进行调整，向右拖动滑块，再一次看照片的效果。这样我们通过色彩平衡的调整，将偏黄的照片调整为正常的颜色。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，我们可以看到小溪边上的石头，一块一块的，每一块都是绿绿的颜色。从整体上看，整个画面偏绿，所以我们在调色时，首先要考虑减少绿色。我们能够看到青色的互补色是红色，洋红的互补色是绿色。我们首先来减少绿色，拖动滑块向左进行移动。但是我们在减少绿色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一味的减少绿色，因为过分的话会引起饱和度的降低，图像可能会变脏。接下来我们给它增加一些红色。我们在增加红色的同时，实际上就是减少青色，从而也就达到了减少绿色的目的。我们要了解互补色，学习一些基本的色彩搭配。色彩的互补色关系在调色中非常的重要，可以让画面色彩协调，给人以和谐自然的美感。其实关于色彩的知识有很多，大家平时要注意积累。见到好的照片、好的配色要及时保存，方便日后再进行学习。
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